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的晋中。来到山西，大家一定会去看那些豪华的晋商大院，比较有代表性的乔家大院、王家大院，还有皇城相府。之前呢，我已经去看过一些大院，不过最近呢，我又听到一种说法，可能以前就有啊，就是说宫殿看故宫，民间的民居呢就看祁县的乔家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到了乔家大院，有这样的说法，就证明乔家大院非同一般呢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来看看这个乔家大院是不是名副其实。乔家大院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来山西旅游的基本上都会来乔家大院看一看、逛一逛。乔家大院呢，不光是晋商大院的代表，同时呢，也是当年山西首富的豪宅。乔家大院是位于山西省祁县的乔家堡村，始建于公元1756年，一直建造到上个世纪30年代。也就是说，它整个大院呢建了将近200年。乔家大院呢，总共有6个大院、20个小院、300多间房屋。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一部电影和2005年一部电视剧，使得乔家大院名声大作啊，让大家更熟悉乔家大院。乔家大院呢，是一座雄伟壮观的民居建筑群，它的建筑规格非常高啊，它就像一座闹市中的城堡。山西的大部分这种晋商大院呢，都建得像城堡一样，它主要是为了安全着想。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，既安全又牢固，显得威严气派。它设计精巧，工艺精细，特别里面的那个雕刻啊，是非常精细、非常精美的。等一下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一些。我在乔家大院很想你，现在很多地方都弄了一块这样的牌子，把自己的景区名字加上去。我现在已经进来了，它这边的门票是115块钱。不过呢，我使用了山西的旅游年卡，就可以免费了。大家如果长期来山西旅游的话，还是可以弄一张山西的旅游卡，包括了山西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景点，乔家大院、皇城相府等等。来参观乔家大院的人还是非常多的，在晋中、太谷、祁县这边的晋商大院非常多啊。你比较有代表性的乔家大院，还有曹家大院，以及祁家大院，还有长家大院，都在这一块。特别是在清朝中期，晋商它能够以在太谷或者祁县拥有一套大院为荣。一般的晋商在这个2个地方呢，他是没有资格也没能力建造大院的。在去乔家大院的路上啊，有很多雕塑，可能分别介绍了一些晋商的历史，以及呢乔家大院的一些历史。这个乔家大院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它的主人乔致庸，包括今天我们看的大院呢，很多也是乔致庸建造的。那其实乔致庸呢，算是乔家的第3代掌门人了。整个乔家呢，它其实算是传承了5代。乔致庸呢，也算是一个商业奇才。乔家呢，在他的手上呢，更上一层楼。当时呢，算是晋商山西的首富。乔致庸这个人非常高寿啊，他出生于1818年，去世于1907年，经历了2个世纪，算是经历和见证了清王朝由盛变衰的一个过程。前方不远处啊，就是乔家大院，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高墙大院呢。为什么说来山西看大院得看乔家？不仅仅是乔家大院，它代表着晋商大院，还有一点呢是乔家大院呢，它跟很多历史名人有关。慈禧就不用说了，它这个地方还有左宗棠的题词，也有李鸿章的，这个一般人是不可能有的。说的通俗一点吧，在近代，你能够拥有他们其中1个人的那个题词就不得了了，而他这里呢却有3个。这是乔家大院前面的照壁，照壁一般在大院门口啊都会有，起到一个遮挡视线、移步换景的作用。在风水学上面讲的话，是藏风纳财的功能。照壁这个正面呢是一个大大的福字，这个照壁2面都有字，背面呢就非同一般了。它这里刻着100个形态各异的寿字，俗称百寿图。这里的100个寿字呢，有100种象征意义，有的象征着阴阳八卦，有的象征风雨雷电，反正功能非常多。据考证呢，这个百寿图中的100个寿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写的，他的女婿呢也是山西富商常家的第14传人。
也是山西的一个著名书法家。这个百寿壁高4.05米，宽3.05米。这个造壁呢，可以说是集造型、砖雕、书法、文学艺术于一身，是民居建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。这百寿图两边呢，写的是一副对联：损人欲盖天理，续道德而能文章。这就是当时左宗棠写的。这个就是乔家大院的东大门，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普通吧，但是在顶楼正中间悬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写的是福种郎环。这个不是一般人写的，是慈禧送给乔家大院的。为什么慈禧会写呢？这是1900年，当时发生了一个八国联军侵华，慈禧太后呢西逃，她就来到了山西，来到了乔家大院。当时呢，乔致庸就给慈禧捐了一笔银子，一种说法是30万两白银，但是确切来讲应该是10万两白银。后面慈禧回到北京之后，那么帮助过她的人呢，肯定要进行感谢嘛，给人家回报。于是呢，他就问乔家，你们需要什么？乔致庸呢就说，要不你就给我题一些字吧。于是呢，慈禧就写下了这4个字。当然了，慈禧呢给乔家不光是写了这几个字，还有呢赏赐了一个东西，这个也是乔家的3宝之一。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得到。现在就去这个大院里面看一看，人真的是非常多啊。过了大门之后，就看到一条80米长的甬道，这个甬道的尽头呢就是乔家祠堂，而这里呢将大院分为南北2个部分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大院呢是乔致庸当时他修建的。这个大院呢，我们右手边就是乔致庸一家生活的地方，左边呢就是乔致庸当时掌管家业，他们上班办公的地方。当然这个大院往前走呢还有花园等等。现在呢我们就去看看其中的一个院落啊，这跟我们去看其他的山西大院差不多。由于房间呢非常多，大院也很多，所以呢我们只能看一部分。这个院落呢也是属于老院，始建于公元1755年，是乔家大院最早开始修的院落，后面经过扩建，前后跨度了将近200年，但风格一致，浑然一体。首先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一院落。基本上乔家的院落都是3进3出的。正前方看到的是一座大型砖雕影壁墙，影壁上面写的福德祠3个字呢，这是供奉土地爷的祠堂。在这个影壁上面呢还有很多雕刻，特别是有4只狮子，狮与时谐音，意思为事事如意或者平安。其他的雕刻我们就不说了，因为这个上面非常多啊。整个造壁上的图案呢，其实就是表达了晋商的主人期盼着吉祥如意、福寿双全的美好愿望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往里面走，就能够到达正院。大家发现没有？这里有台阶，其实里面也有台阶，就是从外院到里面正房需要连登3次台阶，不知不觉呢就会提高将近3米。意思呢就是步步登高，连升3级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。在这上面还有很多雕刻。中间那个我知道是什么，是福禄寿，其他的看不太出来。这大门口的狮子基本上是标配，雌雄双狮。在这个过道两边呢也有房间，是当时值班人员居住的。第2个院落主要是客厅，就是来访人员居住的地方，分为内客厅和外客厅。内客厅呢一般就是他的姻亲来这里拜访的时候来这里做客，在这边居住，这个就是房间了。大家发现没有，山西晋商他们的卧室普遍都比较小，原理我们已经说过了。其实以前的那个卧室都不是太大，包括故宫里面皇帝居住的房间也是很小，因为在以前他们讲究一个风水，房间的比较小，能够藏气，人的气运不会流走。外客厅呢有2层功效，一个就是乔家他们每年都会有那种结算，那下面商号的掌柜呢回来拜见我们说的那个主人嘛，就是拜见老板，就会来这里商量事情，来年有什么计划呀，今年收成怎么样，相当于是汇报工作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平时呢在这个地方接待来宾，就是接待朋友。这里面感觉明显是不一样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大院，在这里才感觉真正是进入到那个以前
古时候那些地主家里或者晋商家里的样子。因为在其他地方大院看到里面都是空空如也，或者很多东西都是新的，而这里呢明显就感觉有点不一样了。到处呢可以说是带点文化的气息。现在往第3进院落进发，在中间呢也是过厅，大家看起来这里是非常小，两边有很多门。其实碰到那个有宴席的时候，这个门呢是可以打开的，就变成一个大的客厅，可以摆放桌子。这就是第3进院落。这一块呢是乔致庸一家人居住的，乔致庸还有他儿子以及女儿呢，都是在这个院落里面居住。一般晋商的院落啊，都是3进院落，最里面的就是主人居住的地方。在这里我们没有说到乔致庸的夫人，这是由于啊乔家从他们做生意成功之后，就有一个家训，不准纳妾，从而在这个乔家大院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夫人、二夫人这些。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乔致庸女儿的房间，她的女儿呢，在1898年嫁给了祁县另外一个巨商，好像是何家。不过呢，这个乔致庸的女婿啊，英年早逝，后面呢，他的女儿就没有再嫁。这是他在乔家居住的房间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挺精美的？整个乔家大院，他们的卧室里面看到的基本上是以炕为主，因为山西冬天比较寒冷嘛，那个时候又没暖气，所以他们大部分的都是以炕，当然也有其他的床，因为乔家的话算是中西合璧的建筑，这主要是跟他们家族属的年代有关系，特别是乔致庸他都生活到清朝快灭亡的时候了。这个是乔致庸最小的儿子居住的地方，算是乔致庸老年得子，对他比较宠爱。他呢还比乔致庸的孙子小2岁，等于是叔侄一起长大，一起在那个乔致庸的身边。乔致庸呢也对他比较宠爱，因为自古以来呢是老人最宠爱小的和孙子嘛。大家看看这里面的布局是不是挺紧凑的？我感觉当年这个房间里面也摆放了这么多的东西，一个炕，然后旁边呢是床头柜，放了很多被子、衣服等等。乔致庸和他的儿女们都居住在这个院落里面，那么吃也是在这里的。他在这个院落分为2个餐厅，男餐厅和女餐厅。他们当时吃饭的话是1天2餐，早上10点，下午4点，而且餐厅呢，男的跟女的是分开了。这里呢就是女眷餐厅，一是他们家族女孩子在这里吃饭的地方，另外一点呢就是来访的客人如果有女眷的话，也是在这里吃饭，全部是男女分开的。乔家呢特别重视家里人的动手能力，所以他们家族的女子呢，碰到有些节日呢，还会在这里包饺子，特别像冬至啊，北方吃饺子嘛。旁边呢就是男子餐厅，家里的男孩子包括乔致庸可能都在这里吃饭。当时乔家有个规定，男孩子只要满了7岁，就必须一起来这里吃饭，同时呢也有长辈在这里和他们一起吃饭。那比方说乔致庸还有乔致庸的兄弟在这里吃饭，就会聊一些商业的事情，相当于让家里的小孩从小能够耳目入览，同时呢也会教一些小孩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。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个桌子呢是4方桌，椅子有点像太师椅一样，这个是男孩子吃饭专用的。在隔壁那些女子吃饭的地方，它桌子是圆形的，凳子呢就是这种凳子，所以男女有别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这里只是说2种都摆出来，让大家更好的直观感受一下。因为在明清两朝时期，女子的地位肯定不是太高嘛。这一块呢，主要是他们家族起居的地方，卧室呢都比较小。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，你商人居住多大的房屋，建筑什么样的房屋都是有明文规定的，并不是说你想建多大就多大。所以我们看山西的那个大院呢，你再去看一些那些王府或者达官贵人的房屋，结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最上面呢就是乔致庸的书房、客厅以及居室，去上面看看。乔致庸是
在和堂的创立者。因为乔家嘛是在他手上那个达到鼎盛，所以呢，他那个时候就大力的建造房屋。上面还有一个牌匾“汇通天下”，这个其实是形容那个晋商的。在明清两朝，晋商真的是遍布全国各地啊。看完了正院，我们现在去旁边看一下。一来到这里，发现有一架马车，这个马车啊也算是非同一般呢。这个马车呢，是用非常珍贵的紫檀木建造的，有这样一种说法，1克紫檀木相当于1克黄金，所以说它这个就相当于现代版的劳斯莱斯。当时乔家呢总共有11辆这样的马车，这个算是财富的象征啊，因为紫檀木非常珍贵，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比金丝楠木还珍贵，这个在一般家族里面是绝对没有这么多的那个财力去建造这样的。说是堪比劳斯莱斯，但是其实它的那个价值啊远远超过劳斯莱斯的。看到这个物件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，这里就是厨房。在乔家这里，厨房是分为大厨房和小厨房。大厨房就是摆宴席的时候所使用的，以及呢他们家里下人或者其他人吃饭是用大厨房去做饭，而乔致庸及他家里的核心人员呢，就是小厨房，相当于开小灶了。看看这里面的布局，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酒店厨房是一样的，非常庞大呀。他当时乔家有这样一个规定的，就是这个厨师一定要干净，就1个月是要洗3次澡，这跟我们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。而且厨师的工资呢，他的年薪是200两白银，比当时的县太爷还多了5倍。这里呢是乔家的私塾院，是男私塾，女孩子不在这里啊，因为在封建社会，特别是明清两朝，女子的地位非常低嘛。有一句这样的话说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所以他们女孩子的教育不在这一块。那是不是没有女私塾，女孩子呢就不用受教育呢？不是啊，在这些大家族，男孩子受教育程度是非常重要的，女孩子同样是如此。因为在古代讲究门当户对，比方说乔家的儿子啊，要娶一个媳妇过来，那么他们娶的女孩子肯定不能说是文盲嘛，也是要琴棋书画文化非常高，因为娶过来是要帮乔家持家，掌管家里的一些事情的，所以文化同样要非常高。那反过来一样，乔家的女儿，她嫁出去也是讲究门当户对，特别是我们刚才说了，乔致庸的那个女儿啊，嫁给了祁县另外一个巨商何家。那么你如果说没有点水平，嫁过去之后怎么行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，并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代表着她没有文化，肯定不是的。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了。那么她在哪里呢？就是单独请人，请老师在女子那边学习，就只是说不在一起而已。在这个私塾前面那个匾额，大家看到是不是非常独特？它是由整块的核桃木雕刻而成的，这个是原版的，在整个国内都比较少见的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是当时私塾院的一些情况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些可能是老师休息的地方，因为整个这院落都是属于私塾的。在这些大家族啊，他们对小孩的教育非常重视，从小呢送他们来书塾学习。那么在这个乔家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他7岁的男孩子开始啊就要在一起吃饭，并且呢是由长辈陪同的。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对小孩的教育非常重视，这也可能就是说他们乔家能够传承这么长的时间。我们经常说富不过3代，在封建社会3代也就大概是60、70年，顶多100年，而乔家呢传承了200多年，后面只不过是由于整体的时代环境，乔家才慢慢衰落了。如果是那个环境的话，乔家呢可能还会兴盛，所以他们乔家的教育对人培养是有一套的，就是说他们大家族啊有一套完整的体系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跟乔家的那个家规有关。
乔家的家规呢是有6条，不准虐仆，这个说的就是要对仆人好一点，对那个下人不能打骂，不准酗酒，不准嫖娼，不准吸毒，不准赌博，不准纳妾。乔家呢，从那个开始兴盛时就已经定下规矩，不准纳妾。这个在封建社会算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古代讲究三妻四妾嘛，那些地主也好，还有那些官员也好，包括商人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乔家从第1代到后面都没有那个纳妾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，那个乔致庸他不是有6个媳妇嘛？这个是由于乔致庸他那个寿命比较长，活到80-90岁，他最早娶的媳妇呢去世了，然后他们就续弦。乔家大院太大了，我们也只能看一部分。现在去看一下乔家的那些宝贝，在这个大院里面就看得非常明显，前方是有一面镜子的，在这个地方是叫做犀牛望月镜，它高2米，重达1吨，采用的是东南亚的铁梨木雕刻而成。这个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属于国宝了。这个也是乔家的镇宅之宝，它的宝贝是由3部分组成，上面是镜子，代表圆圆的月亮，中间是祥云，底座是犀牛，因此呢叫做犀牛望月镜。这个犀牛望月镜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，谐音是喜牛，是一种大吉大利、喜从天降的吉物。它这个材料也是进口的了。第2件宝贝就是在犀牛望月镜的头顶，这个看起来像一个监控吧，它叫万能球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监控探头。乔家呢原来是经商的，要经常会客谈生意，这个呢就用来监视里面人的动作，房间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这个就很佩服古人的智慧。但是说这个是监控的话，我感觉不太可信，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在旁边的院落呢，可以看到这里有慈禧的雕塑，那么这里的宝贝就是雕像的后面屏风，叫做九龙屏风。这件珍品采用的是海南的黄花梨木精雕细琢而成，中央部分呢是9条龙若隐若现，宛如神明隐藏在巨物当中。这个九龙屏风呢，一开始是故宫的瑰宝，后面清朝灭亡，算是流落民间。幸运的是呢，乔家后面呢与巨资将其收藏，所以呢就放在这里，这个也是国家文物了。最后一重宝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九龙灯，也叫做九龙宫灯，是清代用红木制成。当时慈禧太后西逃的时候，乔家捐了10万两白银，慈禧太后呢为了表示感谢其忠诚而赏赐了2盏九龙灯。这个九龙灯在全国没有第3盏，也就是说这2盏呢算是绝版的。在上面呢总共是有9条龙，制作是非常精美算是巧夺天工。由于呢这个是在玻璃罩里面，我们看的不是太清楚，但是呢确实是非常豪华呀。这个也算是乔家的镇馆之宝。我在乔家大院基本上走了2个多小时。之前我们看很多其他的地主大院或者晋商大院，发现很多被破坏了，那么很多雕刻呢也没有保存好。而乔家大院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好呢？这是有几个原因的。乔家呢从乾隆时期呢开始发家，他发家之后并没有我们经常说的为富不仁，而是为富行仁，就经常会做一些善事。碰到灾荒时期呢，他们自己呢节俭，把那个钱粮拿出来给当地的村民。特别是在1875年到1877年，山西呢连续遭到大旱，乔家呢不光是捐银，而且呢把粮食也都拿出来，所以附近的很多村民都受到了乔家的恩惠。那么到了上个世纪呢，当地的村民很多人住进了乔家大院，但是有感于他们之前受到了乔家的恩惠，所以住进来之后，他们也努力的去保护这个乔家大院的房屋以及雕刻等等，就没有去破坏。所以呢，这是乔家大院能够保存比较完好的一个原因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呢，日本人来了山西，把山西很多
晋商大院都破坏了，而这个乔家大院呢，当时日本人就没敢进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也是跟乔家他们行善有关。在1900年，当时不是发生了一个颐和园运动吗？当时乔家的一个女主人就收留了3个修女，后面事情结束之后，修女准备走，就把意大利的国旗留给了他们。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，日本人来到这里，他本来是想占领这个乔家大院，因为也知道乔家有很多财富嘛。这个时候呢，乔家就把那个意大利的国旗升起来。当时日本、德国还有意大利属于一起的。日本人来到这里发现之后，他们就觉得这个大院呢是属于意大利保护的，从而他们就没敢进。这个乔家大院综合多方面的原因呢，才保留下来了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跟他们本身有关，仁和善